1588年的夏天，英吉利海峡阴云密布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以泰山压顶之势，向着孤悬海外的英格兰驶来。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，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惧之中，人们窃窃私语，认为末日即将来临。在军队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，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女性，身着一袭银白色的盔甲，骑着一匹白马，出现在了士兵们面前。她就是伊丽莎白一世，一位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统治了英格兰数十年的女王。面对着一张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，她没有安抚，也没有承诺，而是用一种足以穿透历史的声音发表了著名的蒂尔伯里演说。他说，我知道我只有一个女人虚弱的身体，但我有一颗国王的心，一颗英格兰国王的心。那一刻，没有人在怀疑他的权威，没有人在畏惧海上的敌人。士兵们的眼中重新燃起了火焰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女人，而是一位值得他们用生命去追随的君主。伊丽莎白一世的魅力，我们今天或许会用一个流行的词来形容：气场。但这个词太轻太浅了，它无法承载那种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不容置疑的力量。那种力量有一个更精准的名字，我称之为内在王权 （Inner Sovereignty）。内在王权不是指你拥有多少财富或多高的地位，而是指你是否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为自己加冕为王。你是否拥有对自己人生的绝对主权？是否活成了自己唯一的君主？一个拥有内在王权的人，他的人生坐标系原点在自己的内心，而不是在别人的眼光里。他们看起来虚无缥缈，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塑着周围的磁场，让世界向他们倾斜。这种王权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可以透过后天修炼而成。它建立在4根坚实的支柱之上，忠于自己的王座，捍卫自己的领土，无需解释的敕令，以及掌控情绪的权杖。忠于王座，你的认可是唯一的加冕礼。一个真正的君主绝不会时刻窥探臣民的脸色，来决定自己下一句话该怎么说，下一件事该怎么做。他的自信来源于他对自己统治权的绝对确认。而在生活中，那些内在王权微弱的人恰恰相反，他们是民意观察员，而不是内心统治者。看到别人眉头一皱，就立刻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；听到一点反对的声音，就恨不得马上收回自己的观点。他们渴望得到所有人的喜爱，为了融入一个群体，可以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，像一个随时准备变换面具的演员。这种不自觉的迎合与讨好，看似是高情商，实则是将自己内心的王座拱手让人。你把评判自己的权利交到了每一个你遇到的人手上，任由他们用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就决定了你的喜怒哀忧。你活成了一个附庸，自然就散发不出主权者的光芒。我大学时有一位同学，他家境普通，相貌也并非惊艳，但在任何场合，他都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他的魅力源于一种深刻的自我忠诚。小组讨论，如果他不认同主流观点，他会清晰地、有理有据地提出反对意见，哪怕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坚持。他从不因为对方是教授或名人，就改变自己说话的语气。
他并非冷漠或傲慢，他待人真诚，也乐于助人，但他的善意是有边界的，那条边界就是他自己的原则和感受。他给予你的是他想给的，而不是你想要的。这种我尊重你，但我更忠于我自己的姿态，反而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内在王权的第一根支柱，就是收回对自我评价的最高权利。你的价值由你自己定义，你的人生由你自己认可。别人的掌声是锦上添花，但你的自我加冕才是那顶王冠本身。当你不再向外界祈求认可时，全世界都会开始认真倾听你的声音。捍卫领土，你的底线是王国的护城河。一个没有边界的王国，注定会被四邻侵犯，直至分崩离析。同样，一个没有底线的人，也注定会被不断的试探和消耗。生活中的老好人，往往是内在王权最薄弱的一群，他们最害怕冲突，视其为洪水猛兽，被人占了便宜，心想算了，吃亏是福；被人恶意重伤，安慰自己忍一时风平浪静。他们以为自己的忍让是宽容，是为大局着想，殊不知，在别人眼里，这只是软弱可欺的信号。你一次次的退让，非但换不来尊重，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。因为你用行动告诉了他们，我的领土，欢迎随意践踏。拥有内在王权的人，都深谙边界的重要性。他们不是好斗，但他们从不畏惧为捍卫自己的边界而战。这条边界可能是你的时间、你的尊严、你的核心价值观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是圈子里公认的高人，他平日里温文尔雅，待人谦和，但任何人都知道他不好惹。有一次在饭局上，一个初次见面的合作伙伴借着酒劲，开了一个非常不尊重的关于他家人的玩笑，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尴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这位朋友脸上笑容不变，但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他放下酒杯，清晰而平静地对那个人说： X 总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敬重你，但这个玩笑越界了，我不喜欢，也请你不要再开第二次。全场鸦雀无声，那个人的酒立刻醒了一半，连连道歉。你看，他没有咆哮，没有争吵，但他用最平静的语气画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护城河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次。所谓强大，不是去侵犯别人的领土，而是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，敢于在必要的时候亮出你的刺，温和而坚定地说不。这不是在制造冲突，而是在终止未来的无数次冲突。你的底线越清晰，你的人格就越完整，你的王权就越稳固。无声敕令，你的行动是唯一的解释。君主颁布敕令，从无需向每一个人解释背后的原因。敕令的力量在于其权威性和不可动摇性，而内在王权弱小的人却有一个致命的习惯，沉迷于解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其实是想。他们像一个在法庭上拼命为自己辩护的嫌疑人，总担心被误解、被错判。他们渴望剖开自己的心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善意。然而，解释的越多，力量就流失的越快。因为当你急于解释时，
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低的位置上，默认了对方拥有审判你的权利。真正拥有内在王权的人，都奉行行动大于言辞的准则。他们相信，行动是他们最权威的敕令，时间是他们最公正的法官。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清楚自己为何而做。这份内在的笃定，使他们无需依赖外界的理解和认同。他们的言行高度一致，不会因为在场的人不同而改变立场。这种强大的内在一致性，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可靠与权威的气息。史蒂夫·贾伯斯在被自己创立的苹果公司驱逐后，创办了 NAS 和皮克斯。在那段流放岁月里，他从未向公众解释苹果的内斗，也未曾抱怨自己的遭遇。他只是默默地将自己对计算机和创意的理解灌注到新的产品中。最终，皮克斯的成功和 NAS 的技术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苹果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他的回归就是最有力的解释，停止无休止的解释，是重建内在王权的关键一步。你的人生不是一道需要向全世界证明的论述题，用你的结果去说话，用你的作品去表达。当你不再渴望被理解的那一刻，反而会赢得最深刻的理解与尊重。情绪权杖，你的平静是最强的武器。情绪是内在王权最大的颠覆者。一个无法掌控自己情绪的君主，随时可能被内心的叛乱推翻。气场弱的人往往是情绪的奴隶，别人一句无心的批评能让他们辗转反侧一整夜，一个轻蔑的眼神足以摧毁他们一整天的自信。他们将情绪的遥控器交到了别人手上，任由外界的风吹草动，在自己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。而一个内心强大的人，都紧握着那根名为情绪稳定的权杖。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情绪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感受更敏锐，但他们与情绪的关系不是被动承受，而是主动管理。他们是情绪的主人，而非仆人。被人挑衅，他们选择不回应，因为知道愤怒会让自己失去智慧。被人夸奖，他们微笑致谢，但内心不会飘飘然，因为他们的价值感不依赖于此。我见过最有气场的一位企业家，在一次关键产品的发布会上，现场演示环节出现了致命的技术故障，台下开始骚动，所有工作人员都面如死灰，而他站在舞台中央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拿起麦克风，微笑着对观众说：看来我们的产品有自己的想法。他决定给我一个即兴演讲的机会。他用一句自嘲瞬间化解了所有的紧张和尴尬。接着，他脱稿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面对失败的精彩演讲。那场失败的发布会，最终成为了他个人魅力加冕的传奇时刻。情绪的稳定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，它像一个重力场，能让周围的混乱和浮躁沉静下来。当你能在风暴中保持平静时，你就成了所有人都可以依赖的灯塔。这种由内而外的笃定与从容，比任何华丽的言辞和外在的装饰都更能彰显你的王权。为自己加冕，活出君主的姿态。内在王权不是让你变得专横跋扈，也不是让你与世界为敌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和解，
是当你终于停止了对外的索求，开始向内探索时，所获得的终极自由。它是一种姿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对一个人的幸福和成长负有最终责任，那就是我自己。你不必再等待任何人来给你颁发勋章，也不必再恐惧任何人对你做出负面评价。你就是自己王国的立法者、执法者和守护者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去修炼你的内在王权吧。当你想讨好别人时，停下来，问问自己内心的君主是否同意。当你的边界被侵犯时，鼓起勇气，温和而坚定地筑起你的护城河。当你陷入自我辩护的冲动时，深吸一口气，选择用行动来发布你的敕令。当情绪的风暴来临时，握紧你的权杖，做那个立于风暴中心，依然平静的人。这条路并不容易，它需要日复一日的觉察与练习。但当你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轻视你的人开始尊重你了，那些曾经随意消耗你的人开始敬畏你了。你不再需要用外在的喧嚣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因为你的内心已经拥有了一个无比丰盛、和平而强大的王国。那么，你准备好为自己加冕了吗？